嘿，大家好，我是 Aiden 啦。今天來跟大家開場非常之精彩的一場比賽啊！對，為什麼那麼精彩？是因為這次啊，真的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因為真的非常精彩。那這次打的那個玩家是這個 Neha， 就是那個之前很多個月前我打過那個說什麼很神秘的那個元帥，對。那他以前第一次遇到他的時候，我的確覺得他很神秘，因為他是一個，可能是他改了名字嘛，就是他以前不是這個名字，就是我以前是沒見過這個人，所以我覺得他很神秘。但是啊，經過這個時間的推移之後，這個 Neha 他在這個競技場裡面越來越有名了，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比較高端一點，就是比較厲害的一個玩家。那的確啊，他真的是一個挺厲害的一個非常主流的玩家，因為他基本上不論是這個基本功階段，就是一開始沒技能的那個階段，還是後面的那個技能階段，就是以技能為主的階段，他也是打得非常的不錯的，就是一個比較厲害、非常之投位的那個技術的玩家之一。对，那因為開始前啊，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歡的話，先訂閱一下，謝謝。那我們回到那個影片裡面，那這打這個Neha，那我們也是跟以前一樣，先以這個對付那個主流玩家的那個手法、那個方法來跟他打，因為打主流玩家跟以前所說啊，打主流玩家的話，我們只要打過一次，基本上你把那個技術運用在其他的一個比賽，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了。那這次也是這樣，雖然他是一個比較厲害的玩家，那來到那個第二回合了，那第二回合我們就順利拿下。那基本上他也是比較喜歡用那些魔彈啊，那些什麼聖獸那些來防禦我的。哎呦，這邊可以啊，這邊把他打了下去。像剛才說了，他喜歡用的魔彈跟聖獸來阻擋我那個 spawn camp。對。那我們也看得出他已經打了這個阿哲了。那打阿哲的話，也是跟以前一樣，我讓他那個綠色的那樣球抓到，那基本上就沒什麼大的問題。OK， 那這邊的話給他水龍花叢，可惜水龍完了。其實我打他也，哎呦，這邊可以，這邊高低差導致他的那個暈眩失效了。OK， 這邊的話，可惜啊，那個黑毛 combo 因為位置不夠，直接打了他下去。那打那個厲害要非常小心，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這種那種可以說是高手對局吧。那基本上的話，你只要出現一個失誤，就是例如說什麼換錯英雄啊，或者你的那些反裝沒有已經用完，然後給他抓到那種失誤的話，基本上你就等於死掉沒兩樣，因為對面对手啊。遇到你這種失誤的那個狀況，基本上就一抓，直接把你抓起來，然後就開始噴裝之類的，或者直接用一些很痛的技能把你直接殺掉，那是很常發生的。所以的話，如果打這種局的話，你失手的話，讓對面抓到你破綻，那錯的不是他，是你啊，就是那個失手的那個責任是歸於你這邊。所以的話，我們打這種高手局的話，我們盡量把你的主要英雄。抓緊不要亂換。所謂的主要英雄就是你擅長用這個英雄，然後你那個英雄要裝反裝，就像我超雄一樣，我有裝這個九尾頭啊。對，那如果沒有九尾頭的話，就是像我一樣已經用了的話，我就會等這個術士一存好，對，然後再進攻，就不用冒煙的。在什麼都沒存好的時候直接衝過去，那就非常危險。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那現在的話我的頭盔又好了，那如果頭盔好了，我們就可以再激進一點，激進一點，那省一點。哎呦，這為什麼要換這個水龍？是因為我要準備那個頭盔。哎呦 ，OK， 這邊有說到 ，OK， 來到第3回合，他換了這個夏娃。那夏娃這個英雄的話，其實我前2部影片應該說過，他是一個近戰幾乎無敵的英雄。那我們打夏娃的話，基本上就不要貼到他身上，這個是第一。那第二的話，就是不要跳起來嘗試抓他。讓我超雄的話，我就會用那個重敵。因為什麼？是因為夏娃他有那個類似魔彈那個射空中的能力啊，他可以把空中的所有英雄直接打下來。那打下來的話，
基本上他就可以用他那個瞬移，因為夏娃有瞬移嘛，但是瞬移在你身上，然後就開始貼身不停的輸出你。那其實啊，我相信韓服那個設計這個夏娃的初衷啊，哎呦，這邊他突不到技能，因為我技能還沒好，因為這個2比0加成啊，他的那個技能比我快很多。對，那我剛才說到夏娃這個英雄設計的初衷，其實就是一個以手速來獲得那個英雄優勢的英雄。那他這樣設計是因為啊，人的手速是有限的，因為你會累嘛，人的手會累嘛之類的。那你的手累的話，你的手速就會減低。那他就用這個來當做一個平衡機制。但是，那為什麼我說夏娃是一個比較 broken 的英雄，在一個印尼服？因為印尼服有一個東西是很多人都在用，就是那個叫做腳本的東西，或者另一個說法就是聚集。對，如果我不知道那個翻譯能不能翻出來，但它的用法就是它借助這個程式，類似那個程式的東西來加快你按鈕的速度，就是例如說它可以設定1秒鐘按那個攻擊鍵50次或者100次之類的。那這樣就夏娃就通常這種那個手速英雄那就很麻煩了，因為基本上因為剛才說到嘛，手速因為你的人會陪那個按的那個速度，或者你會累，來導致這個按的速度減低來做那個平衡。但如果你用那些類似的程式來克服這個人類的不能做到那個極限的話，那基本上它就沒有那個弱點了。所以說它可以貼在你身上，不停的輸出，不停的輸出。那所以為什麼說 broken 就是這個原因？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可以突破人類的那個極限的話，基本上我是覺得它是外掛了。對，那很可惜啊，印尼服的那個官方啊，就基本上就不會受理，因為它基本上我覺得印尼服的官方是一個默認的那個狀態，就是它不会对用這種程式的人封禁，就是不會對這種用這個聚集那個腳本的人來封禁，而且就是他們也覺得，我看印尼服的風氣好像也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用這個東西你不用反而是你的問題。對，那這個就因人而異了。那我的話，我就覺得這種東西其實跟外掛沒兩樣，我就不用了。對，那這邊的話。那歡迎大家說出自己的看法。那我是站在那個不用的那個派別裡面，那就看你的想法而已，這個就沒有錯或對，所以就看你。那來到那個第5回合了。那第5回合，因為前2回合他用了夏娃呢基本上就克制所有英雄，對，所有的那個非遠程英雄，因為基本上你不能接他身，那我只可以用那個重地抓他，然後給他黑毛 combo。那這邊的話也是啊，不要用那個 air dash 來抓他，因為衝過去他直接把它射下來，然後就開始貼近你。那我們打夏娃就盡量用重地來抓他。那這邊就很考驗你對於超雄那個距離感那個掌控了。那這邊小一點啊 ，OK， 這邊抓到，那這邊直接給他超雄 SD。因為這邊的話，其實前期打那麼差了，我們盡量就讓那個，哎呀，可惜啊。哎呦，這邊為什麼他會看了 SD？ 其實很大的幾率是因為他用那個腳本，因為腳本剛才說嘛，他1秒鐘可以按很多次那個鍵，然後他控制不了，然後他又按了其他的按鈕，導致他直接開錯技能。那這個是一個腳本的副作用吧？要我來說的話，那可以的。那我們就。不過這個是其中的副作用，但不代表它有用啊！我也先說，先戴個頭盔。那我不批評任何人用這個腳本，只是我不用而已。对，而且我也沒有什麼證據說它有用，所以的話就不亂說了。OK， 那這邊的話來到，可以，這個披風先開。那它沒有 SD， 沒有披風，那這樣頭盔是了。可惜啊，這邊因為那個位置歪了一點，所以我不能直接直射，要瞄準。那個因為那個瞄準啊，導致我沒有足夠時間直接把它射跪。那這邊的話小心點啊。那還有 SD， 那直接可惜，如果這邊沒有打他下去，我就給他宙斯 SD。那現在的話，完蛋，這邊掉下去應該死了吧？沒有。那還有 ED 真 ED， 那我還 SD 啊，他應該沒技能了。那還有 SD 的話，其實還是可以追一下的。
那我們就盡量把那個血量先嘗試拉回來。可惜是武器問題，那有點劣勢啊。如果要我說的話，大劣勢。那我們拉長一點，我們用現在這個階段的話，我們就只可以相信自己的基本功。OK， 這邊的話小心他的頭盔。哦，那這邊來不及反應。那現在我還有 ED， 那他的牛仔為什麼射不到我的裝備下來？是因為我還有 ED 血，然後他牛仔應該是沒有加攻擊力。那我來到 DT 了，這邊的話，可惜，哎呦，他這個假動作不錯。那我們冷靜點呀！哦 ，OK， 那就冷靜點，第一小心。